大家好，我来台湾这么多次，每次来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，台湾的美食实在太丰富了，而夜市更是台湾的特色文化之一。这支影片特别邀请到我的台湾好友 Tim 一起去台北的盐山夜市，看在地人有什么好推荐。来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太临时了啦，我都没有准备好。那叫什么？就是那个大肠头跟大肠，那什么大肠跟香肠的。哦，大肠包小肠。对，然后那间蛮好吃，就是那间，就是那隔壁那一间。哦，但它不是夜市的。他说他这条都是夜市的。哦，这也算夜市的范围哦。对。哇，机车瀑布来了。对，就是也没有到很熟，就是有来过的大概4-5次。哇塞，4-5次这样没有很熟，那应该超熟了。大肠。Tim 带我去的第一家，就是靠近捷运站的这家大桥头大肠间。他家是台湾媒体争相报道的老字号，小小的摊位，但40多年屹立不倒，只卖大肠煎、香肠、烧鸡腿和3丝丸。我们点了大肠煎和香肠。大肠煎是台湾特色小吃，就是糯米肠，也就是著名的大肠包小肠里面的大肠。糯米加上油葱和虾米蒸熟之后，再用文火慢煎，米肠扎实脆弹却不油腻。除了蘸酱，也可以搭配小黄瓜一起吃，口感更加的丰富。因为你也是不吃黄瓜派的。我知道。哦，我是不吃了。那你应该加看黄瓜。那也很好吃，这个黄瓜也不错。香肠也是这家的特色，因为烤过，所以香肠外皮酥脆。因为加了高粱酒在肉馅里面，口感咸甜又带着淡淡的酒香，要搭配现切的蒜片一起吃才到底。然后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吃蒜。啊，有些人敢吃，有些人不敢吃。我 OK。这是很台式的吃法啊。然后被嫌说我不会用筷子。哇。来，香肠超好吃。形容一下它的口感。我觉得其实糯米本身加上它的香肠其实不会太甜，其实吃起来蛮香的。然后最后再用一个那个蒜头去做，所以会比较刺激一点。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搭配起来蛮好吃的，就蛮厉害的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。对，2样，而且它分量蛮大的，我觉得2个人吃其实也够了。对吧？这样才100块。哦，对对，真的好铜板美食的感觉。好难夹哦。眼砸了。没关系啊。这样子。够吧？层次很丰富，好好吃啊。我觉得香肠跟蒜头其实味道蛮好。我很喜欢这样的搭配。我们去买喝的，我没有喝的不行。OK。台湾最多手摇杯。下一家是饮料店，可不可熟成红茶。台湾的手摇饮无需多言，简直是天花板的存在。这家店人气很高，而且价格不贵，买一杯配夜市美食，可以促进消化。熟成红茶蛮多人的。熟成红茶。他这边有想喝什么种类，我再帮你推荐。那我要白玉欧蕾吧。白玉欧蕾。啊，对，中杯就好了。中杯。我一杯春芽冷露。冰块甜度。冰块甜度。少冰少甜。少糖是7分糖。那就再少一点啊。还是帮你做微调。啊，无糖。可以啊。如果无糖就无糖，好，谢谢。有个春芽冷露，然后无糖微冰。大杯的。对，大杯的。不是他那种 OK。谢谢。我在。有去有。你帮我装里面的。好。那就是你这个，每5罐只有1块。虽然每个月都少，但是都没有中。
载具。就是虽然多了几次中奖机会，但是很少中过就是发票。那有时候就是刷这个东西，只是给自己一个慰问，就是一个安慰说，我可能多一次中奖机会。但其实对啊，就是为了让你要发票嘛，这是好事情啊。但它其实我有好处是没有纸本，不然我觉得也是浪费了一些纸。对对对。对完之后也是哦，原来载具跟发票的区别是它就是电子的，对，叫载具是电子，它会存在云端上。OK。哦，你终于解了我的一个惑，之前不知道我说载具跟发票有什么区别。OK， 发票是纸本，然后载具是云端。这个真的还蛮好喝的，然后加了珍珠，就是怎么讲，就珍珠奶茶的味道。哇，你看吧，这家新竹米粉。没有，来这只要这个。这只能拼桌啊。你等这个。其余新竹米粉，他家的米粉是细的那种，汤很鲜，而米粉口感不会太硬太干，里面加了其余肉末。来看一下不喜欢吃米粉的人对这家米粉的评价啊。在这边加就好了啊。其实蛮好吃的。说具体一点。它米粉不会煮到太烂，因为有些地方那个米粉会煮比较烂，然后也不会太硬，对吧？对，不会太硬，蛮刚好。然后汤的味道呢，会比较鲜吗？那汤的味道其实就是因为它有加一点那个鱼肉还是什么，所以其实很鲜，蛮鲜的，蛮不错，很好吃。红烧肉这个真的让我大吃一惊，原来台湾的红烧肉长这样。后来查资料才发现，正确的叫法应该叫红糟肉。红烧肉在台湾北部可以代指红糟肉，而在南部会被认为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种红烧肉。烧肉其实和红烧真的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是炸出来的。好，然后再对用五花肉会更好吃，他家的肉偏瘦了一点。个人超爱吃红烧肉啊，就只要就是有店，然后可以点，我就会想要吃。有些店卖会比较肥一点，然后这个其实比较偏瘦一点。哦，那味道蛮香的。最让我惊艳的是炸花枝，除了外酥里嫩，似乎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了。而且清爽不油腻，不用蘸料已经很好吃了。如果喜欢吃杂物，一定会爱这道。好吃了！哇，这炸花枝超好吃。这都是店家的招牌。它很入味，而且它是那种很酥的感觉。这个完全可以当成零食来吃，真的超好吃。你来之前我就先看其他人介绍，然后看觉得说，这家听起来不错，然后我没有尝试过，然后什么带朋友来吃。但是你有你的观点啊，就是你也会去筛选一遍。因为其实，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大概知道我自己的食量，没有办法像其他就是一些美食的 YouTuber 一样，可以吃这么吃。所以我就在筛选的时候，其实我就会知道说，分量太多不行，我可能吃一个东西就好。哇，这个红烧肉超级扎实，就是非常的有嚼劲。然后这个花枝可以蘸这个，这应该是胡椒粉。这个是旗鱼丸吗？因为里面包肉可能像是猪肉嘛，不确定，有一点爆浆的感觉。这家真的很好吃。再喝一口奶茶。接下来是我个人很爱的嘉义鸡肉饭，这家熊嘉义鸡肉饭也是大排长龙。
不过翻桌率很高，不用太久就能排到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吧，吃吧。好，就是我们就鸡肉饭，这是鸡肉饭，白菜卤。这个什么汤啊？鸭肉，鸭肉咸菜鸭肉哦，咸菜鸭肉汤。咸菜鸭肉汤，很喜欢就是鸡肉饭里面，我觉得鸡肉饭，我觉得最精华的是它那个上面的那个酱汁，是酱汁还是鸡油啊？就鸡油啦，就鸡油，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这种类似鸡油拌饭的东西。我觉得这种鸡肉其实是其次，我觉得重点就是它那个鸡油的那个味道，我很喜欢这个。很好吃，我喜欢它这种咸香的味道，跟白饭其实蛮搭的，就是配点白菜，白菜我就是那个应该是大白菜下去做的。它为什么叫白菜卤呢？因为它就是放在一个就白菜，然后是一个类似上面有个那个铁，用那个铁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去卤这个东西，然后让它变成那种烂的，然后去释放就是它那个是可以吃到那个菜的一个甜味这样子。哦。然后我真的超级爱吃白菜的，好香哦！就是这个味道。什么味道？就是我喜欢白菜那个清甜的味道。哦，就是有白菜清甜的味道。对。然后又不会太硬，因为它其实已经卤到很烂，所以其实直接这样吃，然后配个白饭，其实那个和起来味道是你有白菜的甜味，然后有那个鸡油的那个咸，然后弄在一起吃，咸甜的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咸菜我自己是很喜欢吃那个咸菜鸭肉汤，咸菜的味道啊，就是我喜欢，因为那种，但我不知道这个跟客家的咸菜差在哪里。哦，对，这个应该是嘉义特色吧？应该不是，我记得那个苗栗那边有卖这种咸菜，或者是客家都会卖这种咸菜，然后放在那个汤里面。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算客家菜的一种精髓，我也不确定。对。我就喜欢这种，就是那种咸菜那种味道。台湾的咸菜是用什么做的？白菜吗？还是青菜？不知道，要查一下。但这个还有点烫，不能现在。OK， 这超烫。哇哦，好大一块鸭肉哦！这是鸭腿吗？看起来有点像哎，因为它是鸭肉汤，所以这应该是鸭的。OK， 好。这鸡肉饭很好吃哎，但是有点咸。我可以点那个。我觉得你可能会喜欢吃的白菜卤。很好吃，而且这个菜好甜哦。所以我就说那个白菜甜跟那个东西，对，就可以综合一下，很好吃。所以我不知道吃什么都会先，我觉得不知道吃什么小菜，我白菜我都会优先点，因为白菜我基本上不太可能不好吃到哪里去，就是比较百搭吧。对，百搭。我们尝尝这个咸菜鸭肉汤。哦，因为它咸菜本身是有味道的，所以它应该是没有再加别的东西在里面。没有，它应该是单纯咸菜的那个咸味，然后又有那个鸭油的香味在里面。这家是下午4点捏到晚上10点，跟嘉义的鸡肉饭比还蛮正宗的，就是很正宗的嘉义鸡肉饭的味道。好，我们去。虽然我们俩其实已经撑到不行，但本着推荐美食的心态，最后 Tim 又带我去吃了有着60年历史的老字号施家鲜肉汤圆。这家在2020至2023连续4年入选米其林必比登推介餐厅，所以自然人气也很旺。对，
饱了。饱了，超饱了就是。啊，好啊，鲜肉，鲜汤圆 ，OK， 好。我也试一下。哇，这家好明亮宽敞。对，像我们这样会不会让人家老板不爽啊？两个人点一份，因为我之前有听说过那个什么，可是他要拼那个翻桌率啊，就是你吃完然后就换下一份，意思是一样的。这是我们点的汤圆，好大一颗哦，然后居然有4颗，这么多，咬一口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。不过我们现在都太饱了，所以最后看着它都不想动手了。那你要不要就是先捞一颗，然后把它切开，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我口不错。这我应该用咬的，我应该没有办法。啊，对，咬，没关系。小心烫哦。哇哦，就是这个肉丸。就里面是一整颗的肉吗？对，而且它里面那个肉汁其实蛮好吃的，蛮鲜的。哇哦，是你看一下，这个哇哦，有点像灌汤包的感觉。对啊，对，只是外面的皮是糯米做的。哦，里面的那个肉汁超好吃，很鲜，而且很有汤汁。对，我其实不是很爱吃。我觉得咸的汤圆是妖魔鬼怪。这个可以讲吗？但是你刚才说好吃但它真的好吃。那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妖魔鬼怪哦。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它里面那个肉其实蛮鲜的，它的味道很棒。那你为什么之前不爱吃呢？就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，所以不爱吃。对，因为台湾的那个汤圆，像我妈那个，她是直接把汤圆直接丢在汤里面去煮，所以它里面没有包馅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你又在汤里面要吃一个又甜又咸的东西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。你说的甜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糯米的甜，因为你就把对，因为我妈是会把那个汤圆，然后里面没有包馅，然后丢在汤里面去。我明白。然后我会觉得说很奇怪，就是它的汤是咸但是它的汤也是甜，而且它有一点像那种疙瘩汤那种东西，然后就是那种疙瘩弄进去，面疙瘩我就喜欢。它如果是纯的甜的汤圆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上一次我们去高雄吃那一间我就很喜欢吃，就是李家汤圆，我记得那间就很好吃。所以其实对于这种汤圆你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它的肉很吃，就是它的那个肉配那个它那个糯米，这搭配起来很棒。就是它的糯米也没有到很甜的那种味道。对，我觉得很棒。这次非常感谢 Tim 的推荐，大家心目中还有哪些值得一吃的夜市美食呢？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